面对法官绞刑的判决，这个犯下2起命案的女人说出了史上最诡异的遗言 ：No remorse. That's right. I feel nothing. 这句话听起来矛盾至极，却恰恰暴露了这起案件最核心的秘密。甚至就连动他一切的大侦探波洛都坦言，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为棘手的案件。乍看之下，这不过是个俗套的三角恋谋杀案。贵族小姐艾莉诺和她的未婚夫罗迪，以及那个刚从德国归来、美若天仙的玛丽，极度的动机一目了然，杀人的证据确凿无疑，连作案工具都人赃并获。然而，推理女王阿加莎却在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里精心布下了层层谜局。她让真正的凶手从开场到落幕，始终站在聚光灯下与你对视。他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表情都是精心设计的表演，而你包括所有观众却都心甘情愿成了这场世纪骗局的见证者。今天就让东京带着宝子们一起推开这座神秘众人的大门，看你能否在真相揭晓之前找出凶手。故事开始于艾莉诺收到的一封匿名信，信上的内容是警告她，有人正在悄悄巴结她的姑妈劳拉，并企图夺走本应属于她和未婚夫罗迪的巨额遗产。这封信像一记闷棍，瞬间将还沉浸在婚礼筹备中的艾莉诺从幸福的云端打落地面。要知道，她的这位姑妈可不是一般人，年轻时被男人狠狠伤过一回，从那以后就成了单身富婆，一直独自住在那座庞大的庄园里，而她作为姑妈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自然也就是那笔巨额财产的继承人。当然不能对姑妈的安危坐视不管，更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本该属于自己的财产被别人给捷足先登了。所以两人二话不说，立马收拾东西就往庄园赶。临走前，艾莉诺还特意把那封匿名信给塞进了包里。在她看来，写这封信的人肯定就在姑妈身边，要不然怎么可能对庄园里的事情知道得这么清楚？而自己的好友洛德作为家庭医生，平时经常出入庄园，对那里的人和事都门儿清，说不定从他嘴里能套出点有用的消息来。但两人刚到庄园，还是决定先上楼看看姑妈的情况。出来接待他们的是管家毕夏普，这位老管家看上去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他称姑妈劳拉自从上次中风以后，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现在几乎连房门都不怎么出了。就在几人正聊着的时候，一个亮丽的身影从房间内走了出来。玛丽原本是庄园园丁的女儿，从小就跟艾莉诺他们一块长大，算是发小。更关键的是，劳拉姑妈对她那叫一个好，不但把她当自己人看待，甚至还花钱送她到德国去留学深造。这不，玛丽前几个礼拜才从德国回来，现在正在庄园里帮着照顾姑妈呢。再看看罗迪似乎镶嵌在对方身上的眼神，很明显当年那个小丫头现在是彻底变了个样。尽管阿莉诺也注意到了未婚夫的异常，但此刻姑妈的事情更要紧，这点小事也只能先记在心里，准备秋后再跟她算账。新手管家之前称姑妈的病情挺严重的，但老太太一见到久违的侄女，精神头明显好了不少。在聊了几句家常后，艾莉诺叮嘱对方好好休息，转身便找到了身为家庭医生的洛德。当仔细看完那封匿名信后，洛德觉得写信之人应该是想帮助艾莉诺守住遗产，却将事情交代得不清不楚，这让他总感觉哪儿有点不对劲。但要说信里提到的那个看起来十分无辜的人，除了最近刚回来的玛丽，他还真想不出还能有谁。毕竟不管是自己还是庄园里的佣人，都没有资格继承遗产。而玛丽最近对姑妈的照顾确实挺上心的，但这到底是出于感恩报答，还是另有什么小心思？作为医生而不是侦探的自己，还真判断不出来。阿莉诺听完也觉得自己有点病急乱投医，想着干脆把这封信给烧了算了，反正现在自己已经回到庄园，有了防范意识，也就不用太担心信里说的那些事。然而一旁的洛德医生却不干了，虽说自己调查不出什么名堂，但不代表别人也不行。正好自己有位老朋友现在就在镇上，而此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大侦探波洛。A doctor who bears a message is always a sight most worrying. I hope you've not heard from one of my physicians. 洛德也不废话，将匿名信拿了出来，并原原本本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波洛。听说老友遇到了这么个有趣的事，正在整理无聊旧案资料的波洛那叫一个兴奋，毕竟没案子可办的日子实在太煎熬了。然而在仔细研究完这封匿名信后，他的眉头紧锁。在波洛看来，写信的人根本不是真心为艾莉诺着想，字里行间反倒透着一股深深的恶意，那种印度纸张的痕迹，显然对方用了很大的力气。更让洛德意外的是，波洛竟然大胆猜测，这封信很可能是艾莉诺自己写的，目的嘛，无非就是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尽管他想开口为对方辩解，但波洛紧接着解释称，在真相没水落石出之前，任何看起来不起眼的小细节，都可能是破解整个谜团的关键所在。更为重要的是，此刻大侦探似乎有种不好的预感，也不知道是波洛的乌鸦嘴应验了，还是姑妈本来就到了大限。当天晚上，她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护士本想赶紧去叫医生，但姑妈却让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相片，这是很多年前的一张个人肖像照。老太太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念叨着路易斯这个名字，说着说着，人便晕了过去。等艾莉诺和洛德第二天匆匆赶到房间时，姑妈已经快不行了。老人家很想说话，可嘴里就是蹦不出几个完整的词来。洛德还是根据他的口信猜测对方想找律师来修改遗嘱，而艾莉诺听得比较清楚的就是玛丽这个名字，
他琢磨着姑妈应该是想给这个从小看到大的女孩留点什么，可现在却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律师这会儿远在外地，得明天才能赶过来，可看着姑妈现在这副样子，能不能撑到律师过来还真不好说。这一晚艾莉诺怎么也睡不着，虽然匿名信里说的事情没有发生，但姑妈的病情实在让她放心不下。就在此时，楼下突然传来一阵歌声，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悄悄顺着声音摸到了客厅，却通过门缝看到了令其心碎的一幕，自己的未婚夫罗迪正在与玛丽深情拥吻，他那熟练度已经不是第一次背着他这么干了。艾莉诺当时就想冲进去跟这对狗男女算账，可就在他准备推门的时候，女仆突然从身后叫住了他，原来是姑妈的情况急转直下，洛德想让他上去见最后一面。听闻此言，艾莉诺只能强压心中的愤怒，急忙跟了上去。所谓阎王叫你3更死，绝不留你到5更，姑妈最终还是因病情恶化与世长辞。好在一旁的洛德出言安慰，说老太太走得很平静，没有受什么罪，才让艾莉诺心情好受了一些。可紧接着在门口等待的未婚夫罗杰却又让他感到一阵恶心。但艾莉诺也明白姑妈刚走，自己现在如果闹起来显然不合适，所以她只能强忍心中怒火，随便找了个借口让罗迪回房休息，自己则着手准备姑妈的葬礼。作为当地有名的单身富婆，老太太的死一跃成了报纸上的头版头条，这自然也让远在外地的波洛得知了这一情况。出于侦探的直觉，他觉得姑妈的死没有这么简单，所以他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回庄园参加了葬礼。紧接着便是找到洛德了解具体情况，可在老友看来，老太太前前后后已经中风过2次了，这次病情突然加重，完全在情理之中。至于波洛怀疑的谋杀，简直是无稽之谈，所以洛德以朋友的身份请求波洛别再钻牛角尖了，尊重事实，不要再追究下去。毕竟艾莉诺此刻的情况也并不算好，虽然律师赶回来后确认姑妈虽然没来得及立下遗嘱，但作为对方世上唯一的亲人，只有他有资格继承这笔庞大的遗产，包括脚下这座庄园。然而艾莉诺听完后似乎并不怎么高兴，因为他准备跟未婚夫罗迪摊牌，毕竟葬礼都结束了，现在什么也阻止不了他去撕破这对狗男女的真面目。而罗迪似乎也早有预料，他不仅大方承认了出轨，还将原因都归咎于玛丽实在太过美丽，让他陷入其中无法自拔。最后的结果不用我说，宝子们也应该都能想象得出来。艾莉诺当场摘下了订婚戒指，并由衷地祝福了这对新人。Damn you, Mary. 看起来整件事情因为姑妈的离世已经告一段落了。当晚波洛跟好友闲聊时，甚至还检讨自己可能是见惯了各种离奇案件，把那封匿名信想得过于复杂了。或许洛德说的对，有时候确实需要尊重事实。原来他在葬礼结束后曾单独找到了艾莉诺，想再聊一下那封匿名信的事。在他看来，世界上哪有那么巧，刚出现一封信说有人要害死某个人，没过几天那人真的就死了。但此时的艾莉诺刚经历了未婚夫背叛的打击，又忙着处理姑妈葬礼的各种事宜，早就把那封匿名信的事给抛到九霄云外。他告诉波洛，那封信已经被自己扔进了壁炉，反正联络的医生都证明姑妈是自然死亡，信里说的那些担心也就无关紧要了。现在自己心里唯一的怨恨就是玛丽这个该死的女人，要不是她的出现，自己本来应该有一个盛大的婚礼，还有一个深爱自己的丈夫。想到这些，艾莉诺情绪彻底失控，愤怒地诅咒玛丽去死。波洛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心中的警觉越来越强烈，因为他知道一个被爱情背叛的女人有多可怕。可转过头，波洛在返回旅店的路上，意外碰到了准备前去赴约的玛丽。这姑娘神采奕奕，满脸都是藏不住的喜悦。当得知艾莉诺竟给她开了一张7000英镑的支票时，这种前脚还诅咒人家去死，后脚就给人家一大笔钱的操作，让身为大侦探的波洛也一时琢磨不透。好在玛丽解释说，这好像是姑妈生前的意愿。听闻此言，波洛对艾莉诺的担忧总算放下了一些，他生怕这个姑娘做出些傻事来，所以波洛准备向老友道别，返回伦敦。可还没等他到地方，又急忙赶回了庄园，因为玛丽竟然被人毒死了。至于案件的具体经过，警长是这么描述的：案发当天，艾莉诺遣散了庄园里所有的佣人，唯独留下了管家和玛丽，让他们帮忙收拾姑妈生前的遗物。因为艾莉诺准备把这些东西都卖掉，然后离开这个伤心地。到了中午，他准备了2种口味的三明治，邀请2人一起用餐。吃完饭后，他和管家一起去厨房收拾餐具，可等他们回到客厅时，却发现玛丽已经倒在了沙发上。管家起初以为女孩只是睡着了，走近仔细检查才发现玛丽已经没了呼吸。等警方赶到后，经过初步尸检确认，玛丽死于食物中毒，而艾莉诺作为主要嫌疑人则被带回了警局。随后警长还向波洛展示了自己的发现，那是一张写着吗啡字样的纸条。在他看来，这明摆着就是艾莉诺为了报复玛丽抢走自己未婚夫而下的毒手。更要命的是，警方还从其他佣人那里了解到，姑妈常用的医疗箱里曾经丢失过一管吗啡，而时间正好是艾莉诺回到庄园的那几天，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连姑妈的死都可能另有隐情。而波洛此刻也说出了自己的推理，在他看来，艾莉诺其实早就知道玛丽留学回国的事，毕竟这姑娘的美貌在这个小镇早就传得沸沸扬扬，而且既然本来就是发小，总归有见面的那一刻。艾莉诺肯定担心罗迪和玛丽之间会暗生情愫，所以他伪造了那封所谓的匿名信，目的就是想让所有人都觉得
得玛丽的回归别有用心，但他还是小看了对方的魅力。姑妈不仅在临终前要找律师修改遗嘱，嘴里还念叨着玛丽的名字，所以为了保住遗产，也为了报复玛丽抢走自己的未婚夫，艾莉诺事先在鲑鱼口味的三明治里下了吗啡。至于姑妈的死是否另有隐情，最清楚的应该就是洛德医生了。听完波洛的推理，老友知道自己不能再隐瞒下去了。他承认姑妈确实不是死于中风，而是吗啡中毒，但他觉得这应该是老太太自己服下的，因为他不止一次说过想要早点结束自己的生命，再加上姑妈刚准备立遗嘱，人就去世了，如果让波洛深挖下去，可能会引来不必要的绯闻和猜疑，所以他才选择隐瞒真相。不过对于波洛认为艾莉诺就是凶手的说法，洛德坚决不同意。他坚信艾莉诺心地善良，绝不可能为了遗产或者嫉妒而杀人。他恳求波洛一定要查出真凶，还艾莉诺一个清白。看着老友那真挚的眼神，波洛心中对艾莉诺的怀疑也开始动摇了。他觉得这个案子确实存在不少疑点，于是第二天主动来到监狱，想问问艾莉诺案发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艾莉诺却什么也不说，仿佛默认了自己就是凶手一样。这样见过无数案子的大侦探都有些束手无策。更要命的是，由于人证、物证、供词三样齐全，法官对这种毫无挑战性的案子判决得非常快，当庭宣布艾莉诺杀人罪名成立，5天后执行绞刑。也就是说，波洛必须在这仅有的几天内找出艾莉诺无罪的证据，否则只能前往刑场送对方最后一程了。于是波洛首先找到了管家，因为玛丽遇害时在场的除了艾莉诺以外，只有他了解事情的真相。可在对方看来，艾莉诺的嫌疑无疑是最大的。那这种在吃饭时两人的目光就不时交错在一起，甚至为了缓解这种尴尬的气氛，他还特意找借口前往厨房倒茶，却也提醒波洛他在窗户外还看到了一个人影，但具体是谁并没有看清。随后波洛又找到了在庄园工作多年的女仆，在他眼中艾莉诺就是个心机婊，根本配不上罗迪，更别说继承姑妈的遗产了。他甚至怀疑艾莉诺就是为了钱才杀死了姑妈。至于玛丽，在他看来倒是个好姑娘，只可惜刚立完遗嘱就惨遭毒手，这就给了波洛一个新的思路。因为玛丽曾说过自己有位姨妈住在新西兰，虽然从没见过面，但两人经常通过书信交流，甚至连名字都一样，感情可以说非常好。可这却让波洛感到十分奇怪。要知道，玛丽的父亲是庄园里已故的园丁，母亲也早就去世了，怎么会有个远在新西兰的姨妈？最重要的是，姑妈从小就对玛丽特别好，不仅供她吃穿，还花大钱送她到德国留学，这甚至比对艾莉诺的关爱还要多。如果这里面没有关联才见鬼呢。为了求证心中的猜测，波洛再次找到了管家，在他的不断追问下，管家终于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照片和一封信，照片中是年轻时候的姑妈，而她怀中抱着的孩子正是玛丽。而从信件上的内容来看，年轻时的姑妈爱上了一个有家室的男人，结果独自生下了玛丽。但作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她既不能也不敢承认和玛丽的母女关系，只能将孩子交给园丁抚养，这样既能让女儿留在自己身边，又能避免外人的闲言碎语。至于姑妈留下这封信的目的，很明显是想在自己死后将遗产留给亲生女儿玛丽，可她还没等到律师来修改遗嘱就去世了。这么看来，如果艾莉诺提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的确有可能因为害怕失去遗产而起杀心。然而就当所有人都认为艾莉诺就是凶手的时候，波洛却发现了一个致命的破绽。他专门做了个实验，发现鲑鱼口味和蟹肉口味的三明治从外观上看完全一模一样，就连气味都分辨不出来。如果真想知道哪个是鲑鱼味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尝一口。这意味着凶手根本不可能准确的在鲑鱼三明治里下毒，因为他压根就分不清哪个是哪个。更关键的是，波洛重新检查了那张在厨房发现的药品标签，发现上面写的根本不是吗啡，而是阿普吗啡，这是一种催吐剂。 So Eleanor Carlyle did not poison the sandwich? No, she did not. Who did? Nobody. Say it was an accident. No, she was murdered. But not by these disgusting sandwiches. 那么此刻最关键的问题来了，凶手到底是谁？他杀人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于是波洛再次来到监狱找到艾莉诺，劝说他如果真想找出杀害姑妈的真凶，就必须把案发当天的所有经过都说出来。对方这才开口讲述了那天发生的事情。他承认自己原本对玛丽确实心存怨恨，可当他回忆起和未婚夫罗迪的点点滴滴后，才发现其实就算没有玛丽的出现，他们两个也会因为理念不合而分手。就比如他喜欢热情的红玫瑰，而罗迪却坚持要在婚礼上用纯洁的白玫瑰，这种根本性的分歧早就注定了两人不会有结果。此外，艾莉诺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细节，管家将茶水递给他时，手臂上有一道深深的划痕，对方解释说是在花房附近被玫瑰刺里扎伤的。听到这里，波洛眼中闪过一道金光，脑海中所有的碎片瞬间拼凑起来，是时候找出真正的凶手了。波洛拿着一朵从花园摘来的玫瑰，找到了正在厨房忙碌的管家。他开门见山提到了案发时他被花刺扎伤这件事，但他又提出庄园里种的这种玫瑰品种是没有刺的。波洛不明白管家为什么要在这种小事上撒谎呢？见此，管家急忙改口说那应该是被门框上的钉子给划伤的。波洛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而是突然又问起对方是否在新西兰住过。 How would you discover that? Mind you, it is known
You said...波洛随后爆出了一个关于管家更大的秘密，原来他不仅调查出对方曾居住在新西兰，甚至还查到了他真正的身份，那就是玛丽曾提到的姨妈。开始波洛一直不明白凶手杀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直到他重新审视姑妈留给玛丽的那封信。信件的开头是这样的：亲爱的玛丽，我必须向我养大的孩子保守这个秘密。如果是母亲写给女儿的，应该会说亲爱的玛丽，我必须向你保守这个秘密，而不是用第三人称。所以这封信的收件人并非玛丽，而是邮寄给远在新西兰的管家的。在得知自己的侄女会继承一大笔遗产后，这个生活在贫苦线上的女人突然有了一个贪婪的想法，因为自己与玛丽等人从来都只有书信往来，没有见过面，她便利用这个机会伪造身份，来到小镇应聘成了庄园的管家。当玛丽留学归来的那刻起，便开始了自己的计划。你先是将匿名信寄给了艾莉诺，让她不得不返回庄园，也是为了引起她对玛丽的敌意。随后又有意无意挑拨两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了，罗迪的出现让这个计划看起来更加完美。接着利用职务之便偷走吗啡，毒杀姑妈，甚至在洛德无意中的帮助下，让所有人都认为老太太是自然死亡。但这还没完，为了得到这笔遗产，你必须除掉自己的亲侄女玛丽，而且还要把罪名栽赃到艾莉诺头上。这样只要艾莉诺被警方抓获，你就能在合适的时机向法院证明自己是玛丽的姨妈，从而名正言顺地继承所有财产。所以当艾莉诺准备卖掉庄园，让你和玛丽留下来帮忙收拾遗物时，你意识到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来了。就跟波洛之前猜测的一样，因为你也无法确定哪个三明治有毒，所以根据艾莉诺的习惯，而是将吗啡偷偷放进了茶水中，甚至为了不让自己成为怀疑对象，你其实也喝下了有毒的茶水。只不过你借口回厨房给艾莉诺泡咖啡，偷偷给自己注射了催吐剂阿普吗啡，这样就能把体内的毒素全部吐出来，保住性命。这也完美解释了手臂上那道伤口的真正来源，那根本不是什么玫瑰刺伤，而是注射催吐剂时留下的针孔。 Yes, an emetic, Mr. Poirot. Apomorphine makes you vomit. Swallow poison and inject that and you vomit quite enough to expel the poison. 管家知道自己的阴谋败露，丝毫不慌承认了罪行，因为他已经在波洛的茶水里下了更厉害的毒药，谁也查不出他的死因。但波洛却气定神闲的笑了，他早就料到这个女人会故技重施，所以在他转身递茶的瞬间，巧妙地将自己的茶杯与事先准备好的杯子做了调换。他喝下的根本不是毒茶，而是普通的咖啡。 And here is your emetic. I removed it from your bag. Give me that! Come on, lad! Come on! Hold on! Come on! You filthy Foreigner! There was no way they could have found out, man! 至此，真凶终于落网，这起错综复杂的连环谋杀案也画下了句号。而波洛没有忘记老友的嘱托，亲自前往监狱为艾莉诺送去了无罪释放的法律文件。当他重新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阳光洒在他脸上，仿佛在告诉他黑暗终于过去了。经历了这场生死劫难，艾莉诺也彻底看清了身边的人，那个为了救他而四处奔走、从不放弃的罗德医生，才是真正关心他、爱护他的人。他决定留在这个小镇，和罗德医生开始全新的生活。影片到此结束。作为推理女王阿加莎笔下最为冷门的一部作品，《A 庄园的一次午餐》却展现了这位老太太最为成熟的创作技巧。与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群体复仇不同，与尼罗河上的惨案的激情犯罪不同，这部作品探讨的是一种更加隐蔽、更加日常的邪恶。从叙事结构上看，阿加莎采用了倒叙的手法，从法庭审判开始，再回溯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这种叙事方式让观众一开始就知道谁是嫌疑人，但真正的悬念在于谁是真凶。这种叙事误导的运用，体现了阿加莎对读者心理的精准把握。角色塑造方面，玛丽这个角色可以说是阿加莎笔下最成功的反派之一。她不同于传统的大反派，没有明显的邪恶标签，甚至还带有某种令人同情的色彩。这种模糊角色的设计，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复杂性和深度。而阿加莎也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恶往往隐藏在最不起眼的